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米兰。川普刚在釜山对习近平保持沉默，没提台湾，结果3天后，中共驻美大使谢锋急了，突然对美国亮出4条红线，台湾民主人权、制度道路、发展权利，通通列入禁区。这动作太明显了，像是在帮老板补锅。更诡异的是，川普在那边川习会后，第一次公开提到 G2 这个词，10年没人敢说，如今一出口，北京立刻沸腾。他们以为美国承认中美平起平坐了，但川普真正的意思其实完全相反，一边画红线，一边谈 G2，谁在示弱，谁又在虚张声势。更关键的是，这背后牵动的不只是外交风向，而是中美科技战、晶片封锁、稀土筹码与自力更生的终极赌局。接下来这场戏已经不是外交对话，而是2个体制的最后对撞。中共驻美大使馆11月4号的声明称，谢锋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一场线上活动中，分别亮出了红线和底线。台湾民主人权、道路制度、发展权利是4条红线，不冲突、不对抗是必须坚持的底线，这是给中美和世界经济吃下的定心丸。在韩国釜山举办的川习会上，习近平没敢跟川普提及台湾议题，这次中共驻美大使外交却把台湾列为红线之一，显然是对中共党魁习近平失误的一种补救。另外，釜山川习会，中共寻求取得美国最先进半导体技术的企图也没有解决。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与习近平讨论了英伟达在中国市场的整体业务情况，并指出该公司将持续与北京方面就此议题展开对话。川普11月2号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专访时宣布，不会让中国获得英伟达最先进的人工智慧晶片 Blackwell，因为中共一旦获得这款晶片，将对美国构成国家安全风险。近年来，中共屡屡践踏香港、新疆和西藏人权，在国际社会上早已是恶名昭著，成为中共不能碰的敏感神经。中共经济国师李稻葵11月3号接受彭博社采访称，习近平与川普的协议是双边关系的一个突破，这意味着中共已经成了美国的平等伙伴。中共自我感觉良好，似乎终于实现了习近平平视世界的伟大梦想。中共官媒新华社2021年3月23号报道，习近平声称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从习近平的话透露的信息是，中共刚刚抖掉了身上的土气，可以和美国等西方国家平起平坐了。川普与习近平在韩国釜山会晤前夕曾发帖称 G2 即将召开。川普在贴文中表示，与习近平举行的 G2 会议是对2国都有益的伟大会晤。G2 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波格斯滕2005年提出的概念，主张世界2大经济体之间需要建立直接对话机制。随着中国从地区强国跃升为全球关键力量，这个概念逐渐有了中美实力均衡的意味。这种对等正是北京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然而 G2 概念被华盛顿弃用至少10年，包括川普 1.0 这个词都从没有被美国官方使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中国政治问题专家牛奔认为， G2 意味着中国与美国在全球舞台上地位平等，双方的立场应得到同等重视。美国战争部长赫格塞斯在与中共国防部长董军通话后，也在 X 社交平台发帖沿用了 G2 一词。美国官方重新启用 G2 一词，让博格斯滕感到欣慰。他说，这并不是说美中2国要对世界发号施令，川普只是用这个词指代2大经济体就全球经济议题进行全面对话。中国舆论也迅速抓住了川普的用词，并显得颇为得意。知名民族主义大 V 后沙月光评论称，川普提到的 G2 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美国承认自己已不再是单极世界的唯一主宰。
而希望与中国共同构建一个两极世界。这意味着欧洲已不再重要，更别提日本或印度。在川普发帖次日，印度一家新闻机构记者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提问，称 G2 是否正在形成，并可能改变世界秩序。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中美两国可以共同承担大国责任，并重申中国将继续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然而，郭家坤也许是无知，也许是故意。多边主义在 APEC 峰会宣言中是被删除的词汇，彰显的正是美国优先的强大力量。如今，中共驻美大使谢锋向美国同时亮出红线和底线，似乎正是借了 G2 概念的胆，平视美国的一种狂妄。实际上，中共就是到今天也没有资格平视美国，只能在暗中窥视或监视美国。川普在11月2号接受 CBS 60分钟专访中41次提到中国，表示中共一直监视我们。美国情报机构表示，中共已渗透美国部分电网与自来水系统，同时也被指控窃取美国的智慧财产与美国公民的私人资讯。川普认为，美国对中共也是一种威胁，美中竞争非常激烈。但他相信美国可以通过合作变得更大、更好、更强，这不是单纯击倒对手的概念。所以在10月30号的川习会，中美双方暂时缓和了日益升高的紧张。中共同意向美国出售稀土矿物，重新开始购买美国农产品，以此换取关税的下调。稀土矿物对美国至关重要，它们是从智慧型手机到潜舰等各种产品的关键材料。川普说，他们掌握稀土的力量，是因为他们在过去25年到30年间一直在积累和管理这些资源，其他国家没有这样做。他们拿这点对付我们，而我们也用别的东西对付他们，比如飞机零件，那是件大事。他们有几百架波音飞机，而我们不给他们零件。我们双方当时的行为也许都有点不理性，但最终我们手上最大的筹码是关税。在韩国釜山的会晤中，习近平完全没提到台湾，这让川普有些惊讶。川普只是感到有些惊讶，中共却是颜面尽失。所以，为了显示自己的平视，谢锋只好做补锅匠，提出台湾问题等4条红线。G2是川普意识到，如今能威胁到美国的只有中共，这里没有平起平坐的意思。中共确实掌握着一些让美国头疼的筹码，像践踏人权、破坏国际秩序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稀土。这张中共所谓王牌，正是破坏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践踏中国人的健康权、生命权换取的。人权恰恰是美国和西方文明价值的底线，是不可触碰的道德红线。道不同不相为谋，所以这种底线和红线的碰撞，正是今天中美势同水火的关键原因。中共可能知道自己的斤两，在美国强大的实力面前根本提不起来，所以川习会后，中共立马又和俄罗斯热络起来。中共官媒新华社报道，11月4号上午，习近平在北京大会堂会见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习近平希望增加与俄罗斯的相互投资，在能源、互联互通、农业、航空航天等方面展开合作，并将人工智慧、数字经济、绿色发展作为新合作的增长点。中共与俄罗斯加强合作的目的，还是为它与美国的叫板壮胆。特别是中共迫不及待想开发北极航线，扩展冰上丝路，于是中共借俄罗斯总理米舒斯基访问中国之际，敲定北极方面的合作。俄罗斯交通部表示，11月3号，米舒斯基在杭州与中共签署备忘录，俄罗斯将为后者培育极地水域专家，确保这些中共专家能胜任极地复杂环境下的作业。习近平2017年7月首度提出冰上丝绸之路主张，展现中共对开通北极航道，进而将势力伸展到北极地区的野心。
2018年，中共进一步发表中国的北极政策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共愿依托北极航道的开发利用，与各方共建冰上丝绸之路。11月4号，俄罗斯政府网站上发布的联合声明称，两国同意加强各领域的合作，并回应外部挑战。俄罗斯还重申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反对台湾独立。为了能够与美国平起平坐，中共做了长期准备。纽约时报11月4号报道，过去20年里，中共一直试图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实现经济自立，这就是中共所谓的自力更生策略。自力更生是中共国有计划经济的特点，它是以中共既定目标为指引，倾全国之力完成的东西。在早期的实施中，往往造成灾难，如所谓超英赶美的大跃进，但到后来却瞎猫碰死耗子般的应了那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的笑话。纽约时报认为，中共自力更生让国内生产的产品取代进口制造品的策略代价高昂，效率低下，在发生争端时，却逐渐地让西方可以动用的筹码越来越少。这似乎让中共找到了制度自信，因为西方不可能像中共这样可以肆意践踏人权，不顾自己百姓的健康就开采污染很强的稀土的。目前，中共高层越来越公开强调自力更生。在10月份的中共四中全会上，中共讨论了“15+5”规划，科技自立自强占据了突出位置。习近平在讲话中表示，我们必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共还动用了稀土这张王牌反噬美国，让美国的制造业和军工生产出现原料暂时短缺。中共还通过推行制造业自立的政策，在其他领域也占据着优势地位。如今，中国是全球主要的抗生素及其他药物原料生产国，也是大量电气设备、低端晶片等产品的主要制造者。不过，中共的自力更生策略耗资巨大，终究在人工智慧和尖端军事技术所需的高端半导体方面仍然落后。中共无法摆脱对美国高端晶片的依赖。中国企业已经证明，他们擅长采购和走私英伟达的微晶片。清华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导师孙立平11月3号撰文称，亚历山大·卡普与尼古拉斯·扎米斯卡合著的《科技共和国》被《经济学人》评说成是一本时机微妙的书。这本书一开始就批评了硅谷，说他们集体放弃雄心，整整一代硅谷创始人，他们对国家目标漠不关心，导致硅谷已经从宏大叙事退缩到微小迭代，从革命性突破退化为渐进式改进。作者主张科技要回归国家使命，为了让美国及其盟友保持其全球优势，并维护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软体行业必须重新致力于解决我们最紧迫的挑战，包括人工智慧的新军备竞赛。反过来，政府必须接受推动硅谷成功的工程思维的最有效特征。黄仁勋似乎就是这种对国家目标漠不关心的人物，他非常希望英伟达的 Blackwell 晶片能在中国销售。中国企业界对英伟达新晶圆表现出来浓厚兴趣，但中共官方对英伟达态度相当冷淡，这出于中共自力更生的国家战略，他要华为等中共掌控的企业扩大自研晶片生产。华尔街日报11月4号报道，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川习会前提出了允许其向中国销售新一代人工智慧晶片的请求。对黄仁勋来说，向中国出口 Blackwell 晶片可能带来价值数百亿美元的销售额，也可以让中国的 AI 公司继续依赖英伟达的技术。然而，批准辉达 Blackwell 晶片的出口将使美国面临极大的国安风险，这无异于向中共提供了技术助推剂。在准备与习近平会面之际，包括国务卿马可·卢比奥在内的高级官员告诉川普，这些销售将威胁国家安全，此举将增强中国的 AI 数据中心能力，并反噬美国。其他反对批准黄仁勋请求的人士包括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和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华尔街日报预计，黄仁勋想在中国销售 Blackville 的努力将继续下去，尤其是在川普计划于明年4月访华之前。国会和智库中反对黄仁勋的人士向政府官员散发了一段影片，影片显示黄仁勋在7月接受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说，他认为谁赢得 AI 竞赛并不重要。众议院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称，黄仁勋的言论天真的危险，他将 AI 竞赛比作冷战。该委员会在 X 上写道，这就像在说，如果苏联先于美国造出核武器也无所谓一样。看来中美决战确实进入了一个微妙的时机。中共驻美大使谢锋的红线和底线的出现并非偶然，连同川普对 G2 概念的运用，这都显示中共的威胁已经是迫在眉睫。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